一个每晚只睡5个小时的男性，他的睾酮水平会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老15岁，精子数量也比正常睡眠的人少 29%。 一个长期睡眠不足的女性，她体内跟生殖相关的卵泡刺激素会降低 20%， 生育能力低下的可能性甚至比普通女性高 80%。 不过这已经是本期视频最好的消息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聊聊每晚睡眠不足6个小时，身体会发生哪些可怕的变化。其实刚开始熬夜，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反倒还有点兴奋。这是因为大脑为了对抗疲惫，开始释放多巴胺。多巴胺可以调控中枢神经系统，让你感觉精力充沛，误以为自己状态还不错。但这个假象并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大脑清楚你不爱惜身体，它得给你兜底。于是它停止了额夜的工作来减少消耗。这个区域控制着反应速度、情绪认知和决策。你开始觉得反应变慢了，注意力不集中了，心情也烦躁了。与此同时，身体也在向你抗议，免疫系统罢工，血液中的抗体减少，防线出现问题，病毒就乘虚而入，你生病的可能性也就提高了。这个时候，可能是手机游戏的吸引力太大，也可能是引到变态老板的无情压榨。总之，你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些信号，但不知道危险正一步步向你逼近。有一项实验找来2组健康的年轻人，一组在当晚睡了个好觉，另外一组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们被整晚监督不能睡觉。第二天给他们展示一些图片，图片内容有中性的，比如一个篮子，也有偏负面情绪的，比如着火的房子。在被试着观看图片时扫描他们的大脑，结果发现睡眠被剥夺的那组人，杏仁体显示的情绪反应增大了 60%。 杏仁体是大脑中启动强烈情绪的关键热点，在情绪调控上它就像一个油门，一脚下去人就变得消极易怒。不过好在还有个刹车，前额叶皮质，它负责理性思考和决策，二者互相牵制，保持着情绪的稳定。问题是缺乏睡眠，刹车就不灵了，杏仁体彻底放飞自我，一路狂飙。这样一来，原本友善的你现在看谁都不顺眼，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情绪失控，长期以往影响只会更大。歪维斯利普提到，睡眠不足可能会引起忧郁症、焦虑症等多种精神障碍。青少年时期的校园霸凌、成年人的暴力行为，很多也跟睡眠问题有关。极端的负面情绪甚至会让人怀疑生命的意义，产生自杀念头。当然，睡眠不足并不是单纯的把你推向负面情绪的深渊。实验中还发现，在看到容易让人情绪激动的图片时，没睡觉的那组人兴奋程度也比另外一组高得多。他们的情绪就像过山车一样，上一秒还在消极的低谷，下一秒就冲上亢奋的巅峰，情绪在正负两极剧烈摆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大脑中还有个纹状体，对奖赏和刺激事物会有过度活跃的反应，本来也受前额叶皮质的限制，但睡眠不足，前额叶皮质的控制力降低，这些快感区域的敏感度提高，也就更容易出现过激反应。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对于奖赏的过度敏感，会让一个人更愿意追求刺激而不顾一切，也更容易抵挡不住诱惑，出现成瘾问题。所以睡眠不足的人通常会做出非理性的决定，陷入冲动消费、游戏、酒精等陷阱中。你在2种极端的情绪中不断拉扯，可能会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儿而情绪崩溃，也可能会为了买游戏装备、打赏主播而花光所有积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仅是情绪受到影响，你的认知和决策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成为一种慢性生活方式。而这一切可能仅仅是因为没有睡好。1924年，2位德国研究者让一些大学生记一份资料，随后的8个小时，一部分人始终保持清醒，另外一部分则睡了一觉。之后测试他们记住多少信息，结果发现睡过觉的学生记得更多。这个结论在之后的相关实验中也得到了反复验证。相比于清醒状态，睡眠对记忆的帮助能达到 20% 到 40%。 它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睡眠的过程。时间来到1952年，芝加哥大学的阿瑟林斯基发现，婴儿在睡眠的某些阶段，眼球会快速左右移动，并且伴随着活跃的脑波活动，之后眼球会静止一段时间，然后再次快速移动，2种睡眠阶段就这样你来我往重复进行。这个发现意义重大，人们对睡眠的认识不再是眼睛一闭一睁这么简单。事实上，它伴随着2种不同的睡眠形式重复循环，非快速眼动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每次循环大概90分钟，被称为睡眠周期。也就是说，睡一觉要经历4到5个睡眠周期。白天我们的大脑不断接受外界信息，它们被存储在一个叫海马体的临时仓库，但海马体的容量有限，满了就没办法再塞更多信息了。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为了第2天的考试通宵复习，结果怎么记都记不住，这个时候倒不如去睡个觉。
因为只有睡觉，这些临时信息才会被转移到长期存储的新皮层。重点来了，非快速眼动睡眠就负责这个过程，它像是送货服务，把记忆包裹从海马体运送到安全的新皮层，同时大脑也优化了存储空间，剔除掉一些不重要的记忆。到了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大脑又上演了一场舞台剧，新旧记忆像演员一样彼此建立联系，展开剧情。所以这个阶段用来巩固记忆，加强链接，激发创造力。上面所有这些过程都是在睡眠时进行的，所以不睡少睡对记忆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而且不要有侥幸心理，觉得少睡的时间跟记忆的损失是成比例的。比如8个小时的睡眠，晚睡2个小时，记忆只损失 25%。 其实两种睡眠阶段在每个睡眠周期所占的比例是变动的。前半夜的睡眠周期中，非快速眼动睡眠占比较大，到了后半夜，快速眼动睡眠的比例越来越大。也就是说，看上去只是少了 25% 的睡眠，但事实上你损失了大量的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前期的记忆转移和空间优化工作没有做好，之后的巩固和强化工作也就举步维艰了。除此之外，跟记忆密切相关的学习也会因此受到影响。而且不光是学习后的巩固记忆受影响，在学习前如果没有睡好，同样记不住新知识。不难理解，睡不好，存储在海马体的短期记忆没办法转移到新皮质，紧张的空间让它没办法再吸收新信息，或者新记忆只能覆盖上一笔记忆，这被称为干扰遗忘。这么看的话，3更灯火5更鸡可能并不是合适的男人读书时。毕竟学习只是把知识暂存在海马体内，真正的消化、整合、巩固阶段都是在睡眠时完成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最近学习效率下降了，不要再怪自己不够努力了，或许只是因为没有睡好。感冒发烧的时候，不管工作多紧急，游戏多好玩，你一定只想在被窝里多待一会儿，因为身体正试图把你的病睡好。睡眠跟免疫系统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具体什么关系呢？心理学家们也想知道，于是他们做了一个怎么看都觉得恶心的实验。150名健康的男女先被监测了1周的睡眠情况，然后根据睡眠时长分组并隔离，接下来往他们的鼻子里喷感冒病毒的活病毒培养物。当然这道程序已经征得了他们的同意。随后的1周继续观察，结果发现平均睡5个小时的那组人感染率为 50%， 而平均睡7个小时的感染率只有 18%。 当然你可能会说，睡眠不够疫苗来凑，打了流感疫苗是不是就可以继续开心的熬夜了？但接下来的研究可能又让你失望了。还是2组健康的年轻人，一组连续6天只能睡4个小时，另外一组每晚睡8个小时左右。6天之后，每个人都接受流感疫苗注射，然后检测他们产生抗体的反应程度，来判断疫苗是否成功作用。结果每晚睡8个小时的人显现出了健康的免疫系统，而睡眠限制组的免疫反应低了 50%。 更糟糕的是，即便这些缺觉的人之后补觉2周甚至3周，也没办法产生完全的免疫反应。但这还不是最糟的，免疫系统里有一种人狠话不多的自然杀伤细胞，它能识别并干掉体内不应该存在的异类癌细胞，但仅仅是1晚的睡眠不足就足以让它病例大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一项研究，通过测试健康年轻的男性，显示相对于正常睡眠，4小时的睡眠会使自然杀伤细胞减少 70%， 而这只是1个晚上的杰作。如果连续1个月甚至常年如此，免疫系统会变得多虚弱，光想想都让人背脊发凉。欧洲另外一项针对近25000人的大型研究表明，睡眠时长6个小时以下的人，相比于每晚睡7个小时以上的人，得癌症的几率提升 40%。 虽然看到概率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会是幸运的那一波，但幸运之神如果跑偏的话，那就是100%的灾难了。AD 并不是钙奶，而是阿尔兹海默症。这个在1901年被确认出来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目前超65岁的老人中每10人就有1人罹患。不过这跟睡眠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阿尔兹海默症发病之前，很多人都深受睡眠问题的困扰，确诊之后睡眠困扰的程度也会与症状严重程度同步进展。要说它俩没关系，打死我都不信。事实上，阿尔兹海默症与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积累有关，这种蛋白质会在脑中聚集，形成粘性的沉积物，被称为斑块。它对神经元有毒，会杀死周围的脑细胞。2019年，波士顿大学的科学家拍下了大脑清洗的过程，图中红色是血液，蓝色是脑脊液，血液周期性的大量流出大脑，脑脊液趁机涌入清除毒素，其中就包括贝塔淀粉样蛋白。当然，这个洗脑的过程也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能进行。长期睡眠不足，毒素无法被及时清除，不只是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概率提高，患病的时间也可能会大大提前。所以年轻是资本，但不是放纵的理由。
这笔睡眠债身体会让你加倍偿还。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都宣称自己每晚只睡4到5个小时，当然他们也无一例外的都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很多名人在睡眠时间的控制上似乎出奇的一致，赌王特朗普也以自己每晚只睡3个小时而自豪，还曾说过每天睡12小时的人怎么能跟睡3-4个小时的人竞争。我觉得他开心就好，毕竟也不是第一次这么懂了。其实睡眠不足的危害远不止于此，不然人类数千万年的演化过程可能早就抛弃了这个看似没什么用还占用1/3寿命的愚蠢行为。上面这些文字虽然看上去有点言之过重，但其实都来自于科学的实验结果和当下的主流观点。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些如果能在你的心里泛起一点涟漪，让你重视睡眠，比之后身体遭受波涛汹涌的伤害要好得多，对吧？